到场的不是别人，正是赵成义。赵成义走到林初雪和陈塘面前，丝毫没有掩盖自己对林初雪的垂涎。说话的同时，赵成义居然伸手抓住林初雪的手，拿着林初雪的手背便准备放在嘴边亲吻。我操！陈塘顿时火了，这是当真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啊！之前赵成义3天2头骚扰林初雪，反正也没做什么出格的事情，陈塘也就惹了。但今天当着这么多亲戚，赵成义居然想要占林初雪的便宜，陈塘忍不了，伸手抓住林初雪的手臂，将林初雪的手腕拽了回来，反手一巴掌便狠狠抽在赵成义脸上。靠，我老婆漂亮关你鸡毛事！啪，清脆的一巴掌在大厅里格外传响。奶奶和林峰、二叔、三叔等人全都懵逼了，赵成义更是伸手捂着脸，一脸震惊地看着陈塘靠。一个窝囊废物，你居然敢打我！妈蛋，我亲你老婆那是你荣幸！说话的同时，赵成义扬手一巴掌便准备抽回来，可赵成义手臂刚刚动弹，陈塘便一把抓住了赵成义的手腕，暗劲涌动，咔嚓一声，直接将赵成义的手腕捏断脱臼。啊！赵成义顿时疼得脸色一片铁青，嘴里发出一声惨叫，因为手腕还被陈塘抓着，所以身体都跟着斜歪扭曲着，像麻花一样。在我面前嚣张？之前陈塘窝囊忍受，那是因为家族禁令没有解除，陈塘不想太过于高调，但现在陈塘决定不忍了。住手！陈塘，你在干什么？奶奶从上手的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呵斥着陈塘：赵公子今天来给我祝寿，来者是客，你就这么对待客人？这是不把我这个奶奶放在眼里了吗？奶奶用长辈的身份来压制陈塘有用吗？当然没用，陈塘是一个容易被威胁的人，不可能。但陈塘还是看在爷爷和林初雪的面子上，伸手松开了赵成义。赵公子，你最好安分点，否则别怪我不客气。将赵成义松开的瞬间，陈塘手上暗劲再次一阵涌动，顺手将赵成义手臂重新接上，疼得赵成义浑身又是一阵哆嗦。林初雪坐在陈塘身边，转身充满柔情地看了陈塘一眼。这个陈塘和之前太不一样了，之前的陈塘唯唯诺诺，连大声说话都很少，但从昨天开始，陈塘似乎变得爷们儿了，霸气变得充满了男人味，那种感觉让林初雪有些怦然心动。赵成义从陈塘手里逃出来之后，快步闪身到奶奶和林峰等人那边，这才狠狠瞪着陈塘道：窝囊废物，你嚣张个屁！告诉你，今天来参加奶奶的生日宴会，是你林家求我的。哼，等会儿老子要看到你亲自下跪求我，求他。只能一愣，还没开口，林中连忙开口道：赵公子别生气别生气，我们有话好好说。赵成义活动了一下被捏脱臼的手臂，冷哼一声道：你们的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赵成义话语落下，林峰和林中等人顿时全部蔫了。别提了赵少，我们失算了，所以接下来还需要你配合一下啊。林峰有些沮丧地对赵成义简单解说了一番，当然林峰没说那么详细，只说陈塘用卑鄙的方法威胁了他，让他没有资格担任总裁。赵成义冷冷看了陈塘一眼，朝奶奶道：奶奶，那样的傻逼干嘛还留着他？要我说就应该让他们离婚，让初雪做我女人，我一定好好疼爱她。奶奶微微一笑：赵公子不必着急，这件事我们一步步慢慢来。话语顿了顿，奶奶和旁边桌子上的张兰对视了一眼，小姨张兰连忙开口道：初雪，你继续担任总裁，我们都没意见。不过有个问题我想必须要说明白，据我所知，公司现在资金链已经断裂了吧，缺口3000万，3天之内若是无法筹集资金，公司就要破产了，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林初雪看了一眼陈塘，公司资金问题陈塘昨天晚上就帮忙解决了，只不过资金到位的消息被林初雪封锁罢了。
小姨、大舅、二叔，资金的问题你们不用担心，我会解决的。既然堂哥和各位叔叔这么信任我，我一定会将公司管理得红红火火。林初雪也不是那种软弱之人，借这个机会不硬不软地回怼了一句。林峰和林中几人气得脸红脖子粗，信任你？信这个狗屁！若不是陈塘手里捏着林峰的把柄，他们会怂？二叔和林峰不敢说话，林峰却悄悄将一些东西塞给了三叔林成。林成将手里的东西啪的一声扔在桌子上。初雪，你来想办法。哼，这就是你想的办法吗？去陪几个老头子喝酒，丢人不要脸。桌子上一叠照片散开，照片上正是林初雪在 KTV 给张老板几人敬酒的照片。张老板那几个秃顶老头色眯眯的眼神清晰可见。看到这些照片，林初雪和陈塘两人脸色都不由变了变。你们跟踪调查我？林初雪有些愤怒地呵斥道，眼神最终落在林峰身上。二叔和三叔都一把年纪了，应该不至于有这个闲心干这种事。能做出这种事的应该只有林峰。林峰躲在二叔背后一声不吭，只要有陈塘在场，他哪里敢出声啊？调查你又如何？你要记住你林家的长孙女，你不要脸，我们还要脸啊！这就是你筹集资金的方式？三叔似乎说的一副语重心长的样子。坐在旁边的赵成义伸手将照片拿在手里，恶心的在照片上亲了一下，朝林初雪微笑道，初雪不就是需要投资吗？你宁愿去陪那些老头子也不愿意陪我。哼哼，说吧，需要多少钱？我马上转账给你。赵成义话语落下，林中立马接过话头，真的？赵少真的是太仗义了，3000万，林氏集团只需要3000万便可以渡过难关。赵成义点点头，伸手在身上掏出一张支票，哗啦啦填写了一串数字，然后将支票拿在手里晃荡了2下。初雪支票就在这里，3000万。房间我已经开好了，支票就是你的，怎么样？考虑一下。赵成义一脸得意的样子，根本没注意到陈塘的眼神已经阴沉到了极点。赵成义，卑鄙无耻！林初雪气呼呼地呵斥道，而小姨张兰却连忙走过来拦住林初雪道，初雪，别闹了，那可是3000万啊，你就去陪赵公子是吧？要我说你就答应了吧，这样公司才能渡过难关啊。对啊，初雪，你小姨说的对，为了公司牺牲一下没什么嘛，现在是开放的社会，都是年轻人，没什么的，反正便宜你那个窝囊老公也是浪费。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赵公子和你才是天生一对啊。7大姑8大姨全都一窝蜂的上前来劝说着林初雪，丝毫不把陈塘放在眼里，这是硬生生要给陈塘戴一点绿油油的帽子啊。陈塘冷冷地站在林初雪身边，等众人的话语落下了，这才开口道，你们都说完了？你们说完了，我倒是有一个建议，小姨反正都是为家族牺牲，要不晚上你去陪赵公子一晚上，反正也不会损失什么零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张兰脸色一变，陈塘，你胡说什么？这个陈塘可不太好招惹，林峰都栽在陈塘手里。张兰可不敢放肆，狠狠瞪了陈塘一眼，默默离开林初雪身边。陈塘又转向大舅张宇，大舅小姨不去，要不让大舅妈去，我想赵公子应该很喜欢的。说话的同时，陈塘扫了一眼不远处的大舅妈，大舅妈虽然30-40岁了，但此时一身超短裙，黑丝袜看起来还很时尚。混账！大舅张宇冷哼一声，也离开了。二舅，小姑，众人纷纷离开林初雪身边，终于清静了。陈塘上前一步，眼神冷冷扫着众人道，哼，不是为家族牺牲吗？这就是你们为家族牺牲，让别人陪睡觉都可以，轮到你们都不可以了。告诉你们，谁敢打我老婆的主意，我跟你们拼命。陈塘的声音不大，但言语中释放的气场却让在场众人都不由一愣，这个陈塘就是个疯子。
坐在上手的奶奶一看，这事儿已经没办法继续推进了。赵成义使了个眼色，连忙开口道：行了，这也是赵公子一番美意，既然初雪不愿意，大家也就不要强求。若是初雪实在想不到办法，肯定会去求赵公子的，是吧？既然人都到了，就准备吃饭吧。奶奶一番话倒是说的滴水不漏，但言语中还是偏向林峰和赵成义，对陈塘和林初雪还是没看在眼里。不过对这些倒是无所谓了，陈塘也不需要林氏家族任何人看得起。在林家这么多年，陈塘所感谢的只有2个人，一个是已经过世的爷爷，当年林家老爷子收留了陈塘，而另外一个则是陈塘的老婆林初雪。陈塘之所以甘愿窝囊这么多年，对林初雪言听计从，除了林初雪是他老婆之外，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当年在林初雪4岁的时候，陈塘生死之际和林初雪进行过一次换血，可能林初雪和林家老爷子对此事印象都不深刻，但林初雪那次给陈塘换血，却是让陈塘逃过了一次生死大劫。赵成义的好事再次被陈塘搅黄，心中百般不爽，勉强对奶奶微笑道：奶奶先不着急，我来给奶奶祝寿，也是给奶奶准备了礼物了。来人，搬上来。随着赵成义话语落下，门外的几个保镖便应声将几个大箱子从门外搬进来。巷子在大厅里打开，1米多高的珊瑚，通体翠绿的冰种翡翠手镯，每一样至少都价值好几百万。奶奶，您看，这都是一点小小心意。奶奶，您千万不要推辞，若是我以后能和初雪走到一块儿的话，我一定更用心的孝敬您。赵成义说的非常直白，简直就是一场交易。赵氏集团资产几百亿，就算送几千万的礼物，对赵成义来说也并不算什么，但赵成义对林初雪却是势在必得。林初雪的血脉秘密其他人不清楚，但赵成义可是知道的。林初雪身上的血脉秘密那可不是几千万几个亿所能买来的。赵成义搬进来的东西眨眼间便在桌子边上堆成了山，看着那一堆珠光宝气的翡翠，珊瑚奶奶脸上的笑容都快开花了。哎呀，赵公子，你简直太客气了，送这么贵重的东西，我多不好意思啊。奶奶现在是看赵成义越看越顺眼，恨不得赵成义是他孙女婿才好。林初雪坐在陈塘身边，气得胸口一颤一颤的。太过分了，刚才你送3000万的耳环，也不见奶奶这么高兴啊。陈塘轻轻拍了拍林初雪的手背道：没关系，老婆，我们做好我们该做的就行。吃饭吧，吃完饭我们出去散散心。但陈塘刚准备拿起筷子，赵成义却将战火再次引到了陈塘身上。陈塘，哼，你不是很牛吗？看到没，1米多高的珊瑚，你见过吗？买得起吗？我很好奇啊，你给奶奶送的什么礼物？好意思拿出手吗？赵成义一阵冷嘲热讽，现场所有人都不作声了，因为刚才陈塘可是送了一对儿价值3000万的机械式耳环，顾老亲自鉴定的。也不知道赵成义这一堆礼物是否比3000万更多，不过从大小上讲，的确是比陈塘送的礼物要大得多。陈塘放下筷子，眉头一皱，刚准备反驳，电话突然响了起来。陈塘接通电话，电话那头连忙恭敬的道：少爷，是我，刘天雄。那个，今天是少爷奶奶的生日，属下怕礼物不够，又让人准备了一些，现在就在林家别墅门外，是否让他们进来？这个刘天雄倒的确有心了。陈塘看了一眼赵成义，稍微沉吟了一下道：那就让他们进来吧。虽然陈塘想低调，但有的时候也是需要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看到陈塘没回应，赵成义更加得意。怎么，让我说到痛点了吧？一个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窝囊废物，还真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告诉你，林初雪早晚是我的，若是你不想自己难受，就乖乖去离婚。赵成义还在逼逼陈塘，抓起旁边一把椅子，一边朝前走，一边呵斥道：闭嘴！
不就是几样礼物吗？哼，3000万的机械石耳环，我送给奶奶都没傻眼，还缺这一点儿？就你送的这些礼物，在我看来，全都是垃圾。陈塘走到赵成义送的那一堆礼物旁边，扬起椅子，砰砰朝着那一堆珊瑚和翡翠上砸去。哐当，砰砰，眨眼间，赵成义送的那一大堆礼物便被陈塘砸了个粉碎。站在旁边的保镖都还没反应过来，赵成义气得在原地都快跳了起来。我操，陈塘，你疯了？你知道那价值多少钱吗？至少3-4千万。你居然就这样给我全部砸了！王八蛋，你们几个傻逼还愣着干什么？给我往死里揍！看着自己那3-4个保镖还在原地发愣，赵成义从桌子上拿过一个碗，朝其中一个保镖砸过去。刚才几个保镖没进来的时候，赵成义都被陈塘将手腕捏得脱臼了。这个仇赵成义还没报了。是，赵少。几个保镖应答了一声，各自从身上掏出棍子，呼呼朝着陈塘攻击而去。在场邻家的这些亲戚看着那一堆碎片，也都面面相觑。这个陈塘这次玩大了吧？那一堆价值3-4千万的宝贝，陈塘赔得起吗？真以为认识刘天雄便可以肆意妄为？刘天雄能为你买单一次，还能为你买单第二次？赵成义那几个保镖都动手了，但林家人却没有一个打算制止，完全都是一副看好戏的状态，甚至众人心中都有些期待。最好赵成义的保镖能打死陈塘最好。砰砰砰，不到10秒，众人只感觉眼前一花，根本没看清楚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便看到赵成义的4个保镖已经全部像死狗一样全部趴在了地上一动不动。陈塘将手里的棍子丢在地上，淡淡拍了拍手，朝赵成义道：不就是4千万吗？我赔你啊，比送礼物，等着我的人马上就来了。陈塘还准备的有其他礼物，这一次包括林初雪都有些震惊了。这个陈塘到底有多少事儿瞒着自己？轻松从张老板手里脱困，随意送出3千万的鸡血石，挥手砸碎这么多宝贝，这不像是一个普通人敢做的事情啊！赵成义看着躺在地上的那些保镖，眼神中闪过一抹震惊。陈塘，你少吹牛，你还准备的有其他礼物？来呀，你倒是拿上来让我们开开眼。只要你的礼物比我的好，我把袜子生吃了。我看这个陈塘多半在这装逼，真能买那么多礼物？公司的3千万还需要那么发愁吗？就是废物就废物，还不承认。众人还在七嘴八舌地指责陈塘。大厅门口林家的保安突然进来汇报道：老夫人，门口有一辆卡车，说是姑爷准备的礼物，要进来请问是否放行？卡车，陈塘准备的礼物，用卡车装来的？我操，真的假的？林峰、赵成义等人心中顿时感觉有10000只草泥马狂奔而过。不过想到陈塘的身份，赵成义马上想明白了，装逼绝对是装逼，让他进来，我倒是要看看陈塘你究竟在玩什么花样，非要我当面拆穿你才甘心吗？哼，赵成义到现在还不太相信陈塘真的有这么巨大的财力，若陈塘真的那么有钱，也不至于让林初雪为了公司的资金缺口去陪张老板等人喝酒吧。陈塘，你到底在搞什么花样？奶奶在上手皱着眉头，尽力压制着心中的怒火。本来今天安排的完美的一个局面，居然全都被陈塘破坏得干干净净，但偏偏奶奶找不到陈塘任何毛病。陈塘微微一笑，没搞什么花样啊。赵公子不是说要比送礼物吗？我让人准备的礼物到了，让他们进来吧。门口的保安朝奶奶投过去一个请示的眼神，奶奶挥挥手，让他们进来吧。几分钟后，大卡车停在大厅门口，刘天雄安排的几个保镖迅速从大卡车上将巨大的几个箱子搬到大厅里打开。2米高的血红珊瑚，1米多高的玉观音雕像，翡翠屏障全都是大件，从大小上比赵成义刚才的那些礼物至少大了1倍，更别说品质绝对是一流。
领头的保镖对陈塘点了点头，继续从箱子里拿出各种礼品。这是给二叔准备的玉烟斗，价值80万。这是给三叔准备的项链。刘天雄倒是考虑的周到，基本林氏家族所有亲戚每个人都有一样礼物，而且价值至少都是几十万。林家所有的亲戚拿着各自的礼物，一个个都忙不迭地朝自己怀里塞进去，生怕被陈塘重新收回去了一样。而再次看陈塘的眼神又发生了变化，这个陈塘真的有钱。小姨都直白地开口了，哎呀，陈塘，这多不好意思啊，你这样平白无故地送我们礼物，我们受之有愧啊。陈塘淡淡一笑，既然小姨受之有愧，那就还回来好了。小姨张兰讪讪一笑，那还是算了吧，既然是你的心意，我怎么好意思不要呢？不过陈塘，你怎么突然这么有钱，一下买了这么多礼物？张兰的这句话其实也是众人都想问的。陈塘这次送来的礼物比赵成义只好不差，至少都是好几千万啊。陈塘不过是一个在 KTV 上班的服务员罢了，怎么可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难道陈塘是隐藏的富豪，豪门巨子？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陈塘身上。陈塘嘴角一抽，你们太高看我了，这些礼物不过是刘家主帮我准备的罢了。刘家主这也算是彻底还清了这个人情。张队长，你说是吧？陈塘说话的同时朝领头的那个保镖眨了眨眼。那个张队长正是刘天雄身边的保镖队长，今天送礼物来，刘天雄不好亲自出面，便让自己的保镖队长代劳。张队长忙不迭地点头道，是，老板说了，今天这些礼物都是帮陈少准备的，再次感谢陈少当年的帮助。没其他的事，我们就先告辞了。原来如此，又是刘天雄，这样就解释得通了。陈塘还是陈塘，一个小屌丝罢了。刘天雄再次送了一波礼物，听保镖的意思是彻底还清了人情，意思后面似乎不会再帮陈塘撑腰了。张兰听明白张队长的意思之后，刚才还满脸堆笑的笑容顿时收了起来。我就说了，窝囊废物还是废物，不过狗仗人势罢了。陈塘看了张兰一眼，没有说话，而是转向赵成义。赵公子，你还有什么话说？似乎我的礼物比你好得多啊，就你那点礼物还想来抢我老婆，丢人现眼。对了，我记得你刚才说过，我拿出的礼物比你好，你要生吃了袜子的。说话的同时，陈塘伸手将自己的袜子脱掉一只，朝赵成义丢过去。来，赵公子趁热吃，很香的。赵成义本能地朝后面跳了一步，一脸阴沉地盯着陈塘。陈塘无耻的混蛋，你不要太过分啊！今天来参加生日宴会，也是奶奶和林峰等人一起安排好的。按照正常情况，一切水到渠成，自己带走林初雪，生米煮成熟饭。可是最后居然闹成了这样的局面。陈塘冷哼一声，过分！赵成义，谁 TM 才过分？初雪现在是我老婆，你居然要抢我老婆，你觉得我还不该反抗，任由你给我戴帽子？吃袜子，刚才也是你自己亲自说的吧？我手机里还有录像视频，要不要再给你播放一遍？陈塘邪魅一笑，步步逼近。赵成义步步后退，无耻，本能的想要呵斥自己的保镖对陈塘动手，这才发现自己的几个保镖趴在地上，虽然苏醒了，但却都在哀嚎。看着陈塘犀利的眼神，赵成义终于扛不住压力，抬步朝大厅之外走去。陈塘，算你狠，你给我等着！你们林氏集团想要我赵氏的投资，1个小时内乖乖将你老婆送到酒店。林峰和林钟、张兰等人看着赵成义准备离开，忙不迭地劝着赵成义：“赵公子别走啊，吃饭了再走嘛，有事儿我们好商量。”赵成义冷哼一声，狠狠瞪了陈塘一眼，心中暗道：吃个鸡毛啊，留下来就要吃陈塘的袜子，麻蛋，太憋屈了。赵成义从小长这么大，还从来没受过这样的屈辱，这个陈塘看
看老子不玩死你！赵成义快步朝门外走去，林峰和父亲、奶奶相互对视了一眼，暗暗点点头，快步跟上去。赵公子，我送送爷。赵成义和林峰两人一前一后离开了大厅，整个大厅里的气氛顿时变得有些诡异。奶奶阴沉着脸开口道：陈堂，你脑袋有病吗？你将赵公子赶走了，林氏集团那3000万资金缺口怎么办？就是虽然我们同意初雪既然掌管公司，但却不允许初雪将公司弄破产。二叔林中在旁边帮腔道。大舅张宇稍微迟疑了一下，眼神中闪过一抹邪魅的神色。要不这样吧，趁着公司还没破产，我们把公司卖了。我打听了，公司现在作价5000万，有人愿意接手，公司卖了，我们大家一起分钱。好啊好啊，这个主意好。二舅和小姨张兰还有小姑等人纷纷点头赞同，就算奶奶也没表示反对。刚才他们围在一桌子上讨论的便是这个想法。既然林峰被陈塘要挟，无法掌管公司了，那么就直接将公司卖掉，也不能落入到林初雪手里。林初雪坐在陈塘身边，看着这一波寒心的亲戚，都气愤得快要抓狂。不行，这是爷爷的心血，公司绝对不能这样卖了。奶奶冷眼看了林初雪一眼。初雪，你说公司不卖了，那你这些叔叔舅舅的股份怎么办？真的要等公司破产了，他们1分钱都得不到？就是，就算公司只卖5000万，我们加起来至少有30%的股份，至少也要分1000多万吧。二舅装模作样的估算了一下。初雪，这可不是我们逼你，毕竟公司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得要为后面着想，要么卖掉公司，要么你想办法出钱把我们的股份买下来啊。二舅说的对，我们就是这个意思。众人纷纷附和，这是在给林初雪将军。2选1，在公司遇到资金危机的情况下，林初雪基本没有选择。在他们看来，公司资金缺口都还有3000万，林初雪怎么可能拿出差不多2000万来收购他们的股份？你们！林初雪气呼呼地站起来，伸手指着这一群亲戚，都是一群白眼狼。你们太过分了！公司其实，林初雪差点就将公司资金到位的消息泄露出来了，但陈塘却连忙收起手机，伸手搂住林初雪的小蛮腰，扫了一眼众人道：卖公司是不可能的，你们算一下，卖掉你们手里的股份要多少钱？开个价，我们一次性买完你们的股份，以后公司就与你们没有任何关系。陈塘的话让众人不由一愣，公司资金缺口都还有3000万，公司能从哪里拿钱购买他们的股份？林初雪也有些慌张。陈塘，我们哪里还有钱买他们的股份？那3000万不能动啊！就算按照二舅的说法，公司贱卖5000万，给家族这些亲戚分掉的资金至少要2000万。陈塘对着林初雪神秘一笑：老婆，你忘了宏发物流公司还欠公司2000万了，都4、5年了，这笔钱也该要回来了。宏发物流？陈塘，你别开玩笑了，这几年我都上门至少要了上百回，可是他们死活就不还钱，没办法啊。林初雪一脸忧愁，这次公司出现这么大资金缺口，很大一方面就是因为外面的欠款收不回来。陈塘捏了捏林初雪的手背，放心吧，交给我，1小时之内我帮你把欠款要回来。对面的那些亲戚相互嘀咕了一番，最后二叔林中开口道：2000万我们也不讲价了，我们这里所有人的股份一起打包2000万，你若是今天之内2000万能到账，公司就不卖，否则就必须听我们的，公司卖掉大家分钱，奶奶坐在上手，不可知否，算是默认了。好，很好。陈塘松开林初雪，邪魅一笑，各位长辈也不用等下午了，要不现在我们就签合同。对啦，刚才送你们的那些礼物，每一样至少都是几十万，也可以抵扣一些吧。啊，陈塘，你太无耻了，明明是你送给我们的礼物，你居然还要回去，你怎么能这样？小姨张兰捂着手上的手镯，一脸恋恋不舍。陈塘淡淡道：
小姨，今天是奶奶的生日，可不是你的生日。再说这些礼物是保镖散发给你的，我又没说送给你的。初雪拿笔记一下小姨的那个手镯，价值50万，等会儿扣掉。听到陈塘和林初雪似乎打算玩真的，利用这些礼物做抵押，张兰顿时不干了。想得美，我的股份占据3%，至少都是300万，休想用这个破手镯抵账，还给你。对，我也还给你。哗啦啦，二叔、三叔、大舅等人纷纷将各自身上的翡翠玉器取下来，放在了陈塘面前的桌子上。陈塘冷笑一声，一群占便宜的家伙跟我斗。陈塘现在的确不差这点钱，但这一群白眼狼若是就这样将那么多贵重的礼物送给他们，陈塘不甘心。看到礼物都汇聚的差不多了，陈塘对门口还没有离开的几个保镖道：行了，都搬回去吧，替我谢谢刘家主。领头的张队长眼神有些发懵，好，这个陈少还真会玩，这么多价值连城的宝贝根本没送出去，拿过来就是为了装逼吗？城里人果然会玩啊。奶奶和二叔等人虽然心中100个不爽，但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这群保镖将刘天雄送来的礼物原封不动地搬走，而之前赵成义送的那一堆礼物却全部被打碎。搞了老半天他们什么都没得到，这算什么事儿？等所有的礼物都搬走了，陈塘对众人开口道：你们等一下。不到2分钟，陈塘从大厅外面的车上搬来一大摞合同。诺，这是已经准备好的股份转让合同。二叔，你的是5%的股份吧？三叔6%，小姑4%，还有小姨、大舅的、奶奶的。陈塘挨着将合同分发下去，林初雪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而这一群亲戚更是全都惊呆了。陈塘早就将合同都准备好了，这个陈塘难道能够为蒲先知，将所有事情都算计好？林初雪看陈塘的眼神也充满了浓浓的好奇和震惊，这个陈塘究竟什么时候准备的合同，自己怎么不知道？陈塘，你难道还真的能给我们打钱不成？2000万现金，你这辈子见过这么多钱吗？二叔林中一脸阴沉，和三叔等人对视了一眼，心中已经感觉到了不妙，但现在已经赶鸭子上架了，这群亲戚基本没什么选择了，真的就贱卖了股份。他们不甘心啊，现在他们最希望的就是陈塘和林初雪不可能拿出那么多钱。陈塘对着二叔淡淡一笑：二叔，签字吧，签字400万，马上打到您账上。二叔和陈塘深深对视了一眼，故弄玄虚：哼，我倒是要看看你究竟从哪里变出2000万。刷刷，二叔将合同签字完毕。好啦，该你转账了。陈塘对旁边的林初雪道：让唐秘书转账吧。林初雪点点头，拨通了唐倩的电话。唐姐去财务室给二叔转账400万，购买他的股份。2分钟后，二叔的手机上传来短信叮铃的声音。二叔拿起手机一看，上面显示到账400万。二叔拿着手机，眼睛瞳孔一阵放大，这真的转账了400万？公司账上不是没钱了吗？陈塘从二叔手里将合同拿过来，继续走到三叔林成面前。三叔，现在该你了。小姨，大舅，大厅里所有的亲戚虽然100个不情愿，但被陈塘架着，全都麻木的在合同上签字，然后唐倩那边转账。不到20分钟，大厅里所有亲戚全部签完合同，包括奶奶的股份最多，13%的股份也都按照相应的价格购买了。陈塘将一大摞合同放在桌子上，满意的笑了笑。林峰的股份二叔已经帮忙代签了，除此之外还有谁的股份转让合同没有签？整个现场没有一个人发言，全都沮丧着脸，一个个面面相觑，脑袋中全都是问号子。这不科学呀，明明公司资金缺口还差3000万，怎么突然可以拿出2000万回购众人的股份？好了，既然林氏集团你们所有的股份都已经被初雪回购，那么现在我宣布你们所有的股东权益作废。小姨，
你的部门经理撤销。大舅，你的采购部经理撤销。陈塘刚才看手机的时候，将林氏集团的内部所有的组织架构看得清清楚楚。看到大舅和三叔似乎不甘心，不想离开公司。毕竟林氏集团的体量也有几个亿，在林氏集团中担任一个经理，每年还是可以捞不少油水的。陈塘手指轻轻一动，分别给三叔和大舅发了一条短信。大舅三叔，若是你们不想辞职离开的话，可以看看你们的手机。大舅将信将疑地将手机短信打开，短信里是一张照片，照片没什么特别，就是一个系着围裙的女孩罢了，年轻漂亮，知性清纯。但看到这张照片后，大舅顿时脸色大变，不动声色地将照片删掉。我同意辞职，我老了，也该给年轻人让路了。在大舅身边，大舅妈有些狐疑地看了大舅一眼，用手肘撞了大舅张宇一下，轻声嘀咕道：“你脑袋有病吧？”可大舅心中一阵苦涩，现在他能不辞职吗？陈塘刚才发给他的照片，那个女孩可是大舅秘密包养的一个女孩啊。大舅完全不知道陈塘是怎么知道这个秘密的，但他知道若是陈塘将这个事情抖出来，那他老婆只怕要撕了他。三叔也同意辞职，小姨张兰也闭嘴。不到1个小时，原本是针对林初雪的逼宫战斗，最后情况却完全逆转。不光是奶奶和林峰等人的计划失败，在陈塘的组织下，林初雪反戈一击，反而将这些亲戚所有的股份低价全部收购，将那些7大姑8大姨剔出公司。林初雪从现在这一刻才算是彻底掌控公司。将合同放回车里之后，陈塘见所有人都一直盯着自己，陈塘淡淡挥挥手：“都别愣着了，吃饭吧，再不吃饭菜都凉了。”话音落下，陈塘根本不顾奶奶和二叔等人的表情，自顾自地拿起筷子开动。林初雪坐在陈塘身边，眼神崇拜地看着陈塘。原来爷爷当时那么决绝地让自己嫁给陈塘，陈塘一直表现的窝囊，实际上却一点儿也不窝囊啊。今天这个死局，陈塘如此轻松便化解了。一顿饭吃结束，奶奶和二叔、小姨等人都格外憋屈。陈塘和林初雪倒是无所谓。好了，我们吃好了。奶奶再次祝您生日快乐。各位长辈，祝你们万事如意，以后的路越走越远。陈塘微笑地对众人道。这一番话怎么听起来就像是在跟众人告别。其实奶奶和二叔等人都清楚，今天这样强行逼宫，肯定是彻底将陈塘和林初雪两人伤心了。陈塘送一对价值3000万的鸡血石耳环，也算是够给奶奶面子了。所有股份回购完毕。陈塘不想林初雪再和这一堆破亲戚发生任何关联。看着陈塘和林初雪离开大门的时候，奶奶最终还是开口了：“初雪，奶奶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公司不是没钱了吗？你们从哪里弄来的2000万？就算死也要死得明白吧。”